关注人工智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键盘上的上档键。前面一集我们聊的是损失函数，损失函数就像一个灯塔，在训练神经网络的时候，告诉人们目的地是在哪里，目标是什么。我们需要训练的是一个好的，也就是最接近真实情况的神经网络。这个好的神经网络判定指标就是损失函数，损失函数的值越小，那么这个神经网络就越好。显然，只有当损失函数达到最小值的时候，这个神经网络就达到了最好的情况。那如何让损失函数的值最小呢？我们再来看一眼损失函数，无论是均方差还是交叉商，这两个公式里面都有戴帽子的 yi， 那么戴帽子 yi 就是模型预测的值，也就是输入 x1 x2 x3 x5 x6 然后这样子的放在括号里面的一个输入向量，经过神经网络的计算之后得到的结果。还记得神经元的公式吗？我们已经重复过很多遍了，就是 y 等于 f 括号里面西格玛 i 从0到 n wi 乘以 xi， 这里面 wi 就是一个神经元的权重， x0 就是偏置 b，它们是一个神经元的参数。我们再回顾一下前馈神经网络，还记得吗？已经是好几个礼拜之前的事情了，忘记了的朋友可以翻回去再看一看啊。前馈神经网络的数据是从输入层输入，然后在隐藏层里面一层一层的依次向下传递，最后传递给输出层，输出结果。整个过程中，数据就像大河中的流水一样，从上游一直向下游，最后输出戴帽子的 yi。 可以看到，输出戴帽子的 yi 是有神经网络中每个神经元的参数 wi 和 b 决定的。 yi 也就是戴帽子 y 越接近真实值，那么损失函数就越小，神经网络就越好。那么我们的任务就变成了调整每个神经网络中神经元的参数，最后让损失函数的值最小。是不是非常有道理？但是该怎么调整每个神经元的参数呢？总不能一个一个试吧？现在的神经网络动辄参数就以10亿计，甚至以万亿计，一个个试的话，那全人类不吃不喝一起干这个活，干到天荒地老也干不出来啊！简单，用计算机呀！聪明的回答。但是很遗憾，全世界所有的计算机拼在一起也算不出来，因为要试的值实在是太多了，几乎是无限的，有限的算力是没有办法实现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需要一个办法来帮助我们快速的寻找到损失函数的最小值。还记得我们前面2集之前讲过的梯度吗？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像从山坡上要下山那个问题呢？如果我们毫无头绪的在下山的时候东走一步西走一步，靠随机的去试，那么要走到山底，那估计走到山底之前，那估计就是已经会被饿死了。人类天生有直觉，只要一直往下走，一般都能走到山底，对不对？答案和人类的直觉其实非常的像，那就是往下走，往下走，往下走，要去山谷就往下走。于是乎呢，吃饱了饭没事干的科学家就发明了一个寻找损失函数最小值的办法。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它就叫做梯度下降法。但是为了完成梯度下降法，我们还需要掌握另外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我们今天的标题：反向传播算法 （backpropagation）。反向传播算法是人工智能界的大拿杰弗里·辛顿 （Geoffrey Hinton） 在1986年与他的2个同事科学家一同发明的。此后，反向传播算法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广泛的使用，几乎出现在任何种类的任何任务的无论大小的任何的神经网络模型之中。当然，杰弗里·辛顿对人工智能贡献是非常广泛的，绝不限于反向传播算法。
那么之后他的贡献我们都会慢慢的逐步的提及。那么此外呢，他作为一名老师也是桃李满天下，很多学生现在已经是业界的大牛了。因此他在2018年获得了图灵奖，2024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现在诺贝尔物理学奖都颁给人工智能了啊，可见物理学真的是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了。物理学家都已经转行去做主播了。这个是题外话，我们就按下不表了。顺便需要提一句的是，有一点遗憾，就是人类的大脑，或者说是所有生物的大脑，并没有采用反向传播算法。这个方法呢，其实上从根本上是和大脑的基本运作模式是不相容的。大脑采用的呢，是多多少少和反向传播算法有一点点类似的，叫做预测编码 （predictive coding）。那么这种方式呢，它是从整体上修正大脑内部的建模的预测的和外部神经网络传递给大脑的相互之间的一个误差，它总体上进行修正的。而且这个修正是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从上到下，一个方面是从下到上进行的修正。那么这里所说的上呢，就是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的知识在我们大脑里面存储在我们大脑里面。所谓的下呢，就是我们的直觉、我们的视觉、我们的触觉、我们的感官给到我们的感觉和知觉。那么我们在之前第11集意识的产生一集中，曾经提到过神经表征主义这一理论。那么这个理论呢，实际上就有提到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回去再看看。所以说，这就是杰弗里·辛顿只能拿到物理学奖而不是生物学奖的原因了。好，我们转回来看看反向传播算法啊。一般介绍反向传播算法呢，都会介绍一大堆的数学。我们打开维基百科，转到反向传播算法这一页，可以看到里面的公式是一堆一堆，接着一堆又一堆。祖国呢是不打算讲数学的推导，讲这个东西呢是没人听得懂。反正反向传播算法这种已经被广泛使用的算法编程里面的函数库早就已经非常成熟了。我们设计神经网络的时候，甚至都不用去专门调用反向传播算法的函数，只要告诉神经网络，采用反向传播算法，那么计算机就会自动的去计算了。所以对数学推导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呢，即使数学公式如果你不是特别明白，也没有关系。那么基本上只要知道反向传播算法的这个概念，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能够在设计神经网络的时候把参数设置进去就可以了。所以呢，主播就打算用计算图来讲解。那么计算图是什么呢？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讲解一下。这个例子就开始了啊。你去水果店买水果，先看中了苹果，苹果呢是1斤8块钱。你想着那就买2斤吧，买2斤苹果要花多少钱呢？非常简单，对不对？8乘以2等于16块钱。画成计算图就是这样子的。苹果的单价8是一条线，买了2斤是一条线，这2条线汇聚在一起需要一个运算，那么就是相乘，乘完之后买到的苹果总价就是16块钱，那么就是这条线。然后你又逛了一回水果店，你发觉香蕉也不错，你打算买香蕉2块钱1斤，你决定买3斤，总共就是2乘以3等于6块钱。画成计算图就是香蕉的单价2元1斤是一条线，买了3斤是一条线，这2条线相交汇的地方要完成一个乘法运算，运算结果就是6，就是这条线了。然后你去收银台结账，发觉这些水果没办法拿，你就需要买一个袋子。收银员说一个袋子1毛钱，那总共要花多少钱呢？16加6再加 0.1 相当于22块1。我们继续来画这条计算图，买苹果的总价这条线，买香蕉的总价这条线，以及袋子的单价 0.1 元和袋子的个数1个相乘以后 0.1 元就是这条线。那么这3条线就会交汇在一起，需要完成一个加法的运算，这里就是一个加号。那么输出的这条线就是总共要完成的花费。这个时候你要去买单了，但是你突然想起来，家里花钱的决定权不在你啊，在于你的老婆。如果你这个时候你就去打电话给你老婆请求批准，你老婆就调侃说，只要不倒贴啊，你就随便买吧。你听了特别高兴，你就准备买了。因为呢，
你没有买东西的权利，需要打电话给你的老婆请示完了才能买。所以呢，这个计算图呢还没有画完，那我们还要继续画。你老婆说的话是不倒贴就能买，我们就把这个要求呢写成一个数学公式，那就是如果 x 大于0的话 ，f(x) 就等于 x； 如果 x 小于等于0，那么 f(x) 就等于0，就是不买不花钱，等于0就是不买不花钱。那么这所有的买水果啊和袋子22.1块这条线，那么需要再往前做一个操作就是判断一下它是不是大于0这个操作呢就称之为 fx。穿过这个操作 fx， 就是经过你老婆批准以后的情况了，那么就是这条线的22.1块这条线。这就是你最终要支付给水果店的价格。好了，我们这样的计算图就画好了。你很开心，然后回家有水果吃了。你刚刚要买单付钱，这个时候呢，令人头疼的事情发生了。你老婆打电话过来了，她说经过她的计算，你今天买水果必须是花25块钱整，多1块少1毛都不行。为啥必须是25块钱呢？女人嘛，她说什么就什么了，我们就不要计较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犯愁了，这可咋整呢？现在总价是22.1块，老婆交代必须得花25块钱，还差2.9块，怎么办呢？显然水果店里苹果的价格和香蕉的价格是固定的，只有通过2种水果的重量来调节。那么如果实在还差一点的话，多买一个袋子也可以凑一凑25块钱。说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发觉一个问题？其实神经网络优化学习的这个问题和我们这个例子几乎是如出一辙。这个例子里面花费的钱要和老婆给的目标价的差值越接近于0越好。类似的，损失函数的值也是越小越好。我们需要通过调整购买苹果和香蕉的重量以及袋子的数量来凑这个差值，让它变成0。这就有点类似在神经网络中，我们要改变每个神经元的参数的权重 Wi 以及偏置 b， 来使得最终的损失函数最小。两者是不是特别一致呢？看上去好像对不对？那么我们该如何凑这个25呢？或者说我们如何才能把这个 2.9 的差值给填掉呢？显然我们需要知道苹果重量对总价的影响是多少，香蕉重量对总价的影响是多少，袋子的个数对总价的影响是多少，老婆那句不倒贴就能买的决定对总价的影响是什么。只有知道了各个部分对总价的影响，才能客观的把这个2.9块的差值进行重新的一个分配，把它这个差值给抹平了，使得总价变成25块钱。在这个例子里，这些影响都非常的直观。我们先来看看老婆那句不倒贴就能买的决定是怎么影响总价的。显然，当总价超过0元的时候，它对总价是没有影响的，也就是影响的值是1。当总价不足0元的时候，就不会买，支出的价格就是0，相当于乘了一个0，也就是影响的值为0。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影响值为0，并不是说它的影响就是0，就是没有影响，而是在于它要乘以一个0，就归0了。现在我们就可以来开始画一下这幅计算图的反向传播了。那么刚才从最右边一条线是正向传播时的输出，那么反向传播的时候，这里就变成了输入。当损失反向传播到 fx 的时候，如果正向传播过来的值大于0，反向传播的值通过 fx 的时候就得乘以一个1。如果正向传播过来的值小于0，反向传播过来的值就得乘以一个0。实质上也就意味着误差的传递在这里中断了。那么我们继续顺着这个计算图反向往前，我们就遇到了加号，这里是苹果、香蕉、袋子的价格的总和。我们的直觉告诉我们，这3个数据对总价的影响的比例是1:1，
也就是说，当苹果的总价增加1块钱，最终的总价也会增加1块钱。同样，袋子的总价增加0.1元钱，最终的总价也会增加0.1元钱。所以，加法这个运算反向传播的影响值也是1。画在图上就是3条反向线上的值都是1，也就是反向的上游传递过来的值，在经过加法时，继续往反向前面传播的时候，需要乘以一个1，也就是将反向传递过来的误差原封不动的再传递给反向传播的下游。我们继续反向的往前这时候就要兵分3路了。3路遇到的都是乘号，其中一路就是苹果这边的乘号。因为苹果每斤的价格是固定的，我们能改变的只有购买苹果的数量。那购买苹果的多少对总价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呢？很明显，每增加1斤苹果，总价就会增加8元。同理，每增加1斤香蕉，总价就会增加2元。每增加1个袋子，总价就会增加0.1元。它们对总价影响等于各自的单价。我们分别把这3路的反向传播的影响值写在这3条反向传播线上，它们分别为8、2、0.1。也就是说，乘法运算的反向传播影响值是乘法运算节点上另一条输入线的值。好了，这样我们反向传播的图就画好了。反向传播的图有什么用呢？有了这幅图，我们就知道苹果、香蕉增加的重量的增加、袋子个数的增加，以及每一步的决定对最终价格的影响。当最终价格大于0的时候，每斤苹果对最终价格的影响是8，每斤香蕉的影响是2，每个袋子是0.1，而最终的误差是2.9。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修改水果的重量和袋子的重量来弥补这个误差了。刚才是一个买水果的例子，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买水果的例子抽象一下。我们苹果的重量就是 W1， 香蕉的重量就是 W2， 袋子个数就是 W3， 超过0元才可以买，就是激活函数。那么总的购买价格 Y 就变成了 Y 等于 F 里面大括号里面8乘以 W1 加上2乘以 W2 加上 0.1 乘以 W3， 其中 F 也就是激活函数 Fx 等于 x， 当 x 大于0的时候 ，fx 等于0，当 x 小于等于0的时候，这个购买总价和25元的目标的差值，我们就可以认为是某种程度上的损失函数。那么预测值和真实值之间的差异就是这个损失函数。那么它可以写成，当括号里面的这个数字大于0的时候，也就是8乘以 W1 加上2乘以 W2 加上 0.1 乘以 W3 大于0的时候，L 损失 loss 就等于25减去一个括号里面这些数，就是25减去8乘以 W1 加上2乘以 W2 加上 0.1 乘以 W3。那么当括号里面这个数小于等于0的时候 ，loss 直接就等于25。那么就是说，哎呀，那你还得倒贴给水果店，那还不如不买，不买就是0，和最终的目标值25元的差值就是25。还记得我们之前说的梯度吗？它就是大山表面的某一点，坡度最陡的地方。求梯度的公式大家还记得吗？如果是3个变量的话，梯度就是括号里面偏 y 除以偏 w1 偏 y 除以偏 w2 偏 y 除以偏 w3 然后用逗号分开就可以了，就是这个公式。那么当括号里面这个8乘以 W1 加上2乘以 W2 加上 0.1 乘以 W3 大于0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对这个损失函数25减去括号里面8乘以 W1 加上2乘以 W2 加上 0.1 乘以 W3 求它的梯度，那么求出来的值就是8、2、0.1。咦，是不是很神奇？这个就正好恰恰好等于刚才我们反向传播时候计算出来的苹果、橘子、袋子对最终价格的一个影响。是不是很奇怪？我们可以这样去考虑啊，我们想象一个由 W1、W2、W3
组成的损失函数，把它想象成一座大山的话，那么这个损失函数的梯度820.1就是这座大山上下山最快的一个方向，就是损失函数能够最快的达到最小值的一个方向。误差的反向传播图本质上就是分布来计算损失函数梯度的一种图形的方式，它和数学解析求偏导，或者说用数值来求偏导，本质上是等价的，是一样的。而图形方式对于人类而言就更加的直观，更加的简便，而对于计算机而言，计算的速度也会优于直接的数值求解，或者说是解析求解。更重要的一点是，图形方式求偏导是可以像积木一样通搭起来的，这样它就极大的简便了人们的一个编程方式，以及计算机的计算时间，它需要的算力就更少。以上就是误差的反向传播。这个题还没有解呢。还有一个这个问题没有解完啊。你是说这个例子吗？解的方式呢，其实就是标定整个参数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训练神经网络的一个过程，也就是机器学习的过程。但是呢，本集只讲反向传播啊，我们下期展示给大家神经网络是如何学习的，也就是整个过程是如何求解的，还敬请大家期待呀。最后再次感谢您的观看，还麻烦您高抬贵手，点赞关注，欢迎在评论区留言。那么我们下期再会。